沈阳市辽中区下万子村，2020年12月，气温零下20度左右。一位新华社记者走进一户农家，在西墙外放着一个铁桶，桶沿上垫着一条毛巾。住在这里的是一对80多岁的老人，他们用这个桶上厕所。老人说，到了晚上实在太冷，就只能在屋里方便，再出来倒。这户人家原来是有厕所的，一个旱厕，用了几十年，后来呢，被一场革命给革没了。农村那种旱厕的卫生情况我是知道的，确实是一言难尽。应不应该改善呢？应该，但我实在是搞不懂。习主席亲自批示，全国花了上百亿来革厕所的命，为什么最后会荒腔走板？于是啊，我把这件事儿从头到尾的研究了一遍，从90年代的文件一直看到2023年。结果呢，哭笑不得。今天啊，让我们把事情掰开揉碎，一桩一桩的来说。甘肃武威和平镇大众村，2018年区里发通知，要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厕所无害化改造。村民老胡觉得这是好事儿，响应号召，亲自动手，花了十几天就把家里用了多年的旱厕给拆掉了，建起了新的冲水式厕所。老胡是自己拆的，但有人不是啊。河南焦作一位85岁的老奶，村委会要求限期拆掉旧厕所，日子到了，一看旧厕所还在，村委会开来挖掘机，直接就给推倒了。这些事情都被写进了一篇论文。2022年，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的4位研究者在焦作做的田野调查，被访者全部匿名。要知道，焦作可是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先进市，它下辖的孟州是全国厕所改造的9个范例之一。就是这么一个先进模范的焦作市，在调查里，一位54岁的村支书说，按要求，村委会只负责统一拆，不负责统一建。材料呢，村民自己买；厕所啊，村民自己改，全都管。我们是管不过来的。你听啊，拆是政府统一拆，建是农民自己建。要按俗话来说，有一点管杀不管埋的意思。不愿意改的，像那位85岁的老奶，直接推平。别的办法也有，有些低保户不愿改厕，那就威胁他，如果你不改，就取消你的低保资格。而就在同一年，中央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红头文件，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。文件里明确写着，不能大包大揽，不替农民做主，不搞强迫命令。咱们把这句话替中央先记在这儿。中央发了文件，地方就得干，光有手段不行，还得有钱。山西太原楼烦镇凤凰村，这个村原来有90多户，学校塌了以后，农民为了孩子上学陆续搬走，常住的剩下60来户。2016年，当地为凤凰村修了50多个厕所，也还行，差不多一户一个。但是呢，他只修了地面的部分，上面的墙没有，顶也没有。黄土地里露在外头的白色蹲坑格外显眼，媒体后来管它叫尬厕，尴尬的尬。这件尴尬事的底下有一笔尴尬账，修一间厕所需要将近3000块，市里出1000，县里出1000，还差1000。楼烦县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，县里的财力相当紧张，所以厕所的上半部分的围墙和顶子需要村民自己负担。这倒不算假话，一个连学校都会塌掉的县，财力应该是挺紧张的。但搞工程的也是一分钱一分货，厕所造价3000，你财政只给2000，那只能让坑位裸着呗。那些厕所是没有人用的，老百姓富不富裕是一回事儿，要不要脸是另一回事儿。这场革命不止老百姓尴尬，负责执行革命的也疲惫。回到焦作，
一位村主任告诉调研的学者说，上面每次开会都问速度和数量，先是要求改到60%，然后停，后来要求改到85%，于是又开始。他说啊，我们天天被上面动员，就想着完成目标。更要命的是，补贴的发放是跟着改造进度走的。有的村民抱怨只收到乡里的补贴300块，县里的500块补贴没收到。有的人啊，甚至连300块都没收到。村主任解释，县里的补贴没拨下来，因为村里啊没有完成上头要求的60%改造率。农民响应号召，自己花钱改了厕所，因为整个村没达标，拿不到补贴，用自己的钱干公家的事儿，谁没怨言啊？而一个村委会往往只有2、3名干部，既要管几百户的厕所改造，同时还要忙别的活儿。一个村支书对调研的人说：“不做吧，上面催；做了吧，村民骂。投入了这么多人力、物力、精力，最后总得要验收吧。”2019年，7个部门联合发文，要求改测严把10关，从领导挂帅到粪便处理，一共10道。第8关叫竣工验收关，没有通过验收的，不能拨付财政奖补资金。那实际情况呢？焦作的一个村会计说，来检查的人看了一眼，拍了张照片，登记了一下，就完事儿了。整个2年的改造过程当中，没有人来问一句：你们有没有困难？他还说了一句更要紧的：村里人有人觉得新厕所不好用，就把旱厕又建了回来。验收的人也知道，但也没管。旧厕所拆完了，拍完照，能找上面要到钱，这事儿政府得赶紧。但建新厕所不能管，因为得花钱，花钱的事儿就让村民自己去弄吧。那位村会计还说，上面要求原来的旧厕所要全拆，但全拆的阻力实在是太大，所以只好拆了靠路边比较显眼的那些。但村民的说法是，拆呀，其实也只拆了外墙，底下的茅坑没填。上头检查严的时候，他们就用石板把旧厕所给盖上，检查的一阵风刮过去了，大家再掀开来用。上面只拆看得见的，下面只盖看得见的。2020年末，新华社记者走访了沈阳的2个县区，近100户农民，其中就有我们开始说的80多岁老两口用铁桶方便的那家。1个月之后，新华社发了篇稿子，题目叫“瞅瞅这尬厕，真气人，真愁人”。文章里说，沈阳投入了上亿元财政资金，改造了农村厕所8万个，结果呢，弃用的超过了5万个。于洪区3家子村，照片里废弃的房院中间杵着一个崭新的改建厕所。村民对记者说，这户人家已经搬走了10年，当时按户装厕所，不管有没有人住，都得装。新闻曝光之后，农业农村部自己也跟着补刀，说有的地方强行拆除农户旱厕，但新厕所又迟迟的不建；有的地方干脆发给你一个马桶，这一户啊就算改完了。2023年，央视焦点访谈去了湖南桂东县，当地乡村振兴局一位副局长说，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2%。但记者看到的是什么？有的化粪池没有接通管线，闲置着；有的化粪池装的位置高于地基，粪水根本流不进去。改完厕所之后，村民拉完了还得自己挑水去冲。焦作的村民还算了一笔生活账，修了新厕所以后，过几天就得抽一回粪，每次抽粪20块，1个月冲厕所得冲掉几十吨水，里里外外都是钱。修新厕所，村民得自己贴钱；用新厕所，还得自己掏钱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想要新厕所。一位村民说，他自己是不用新厕所的，还是去外面方便。修新厕所啊，是因为儿子大了，带女朋友回来，家里没有这个，会被人看不起。
新华社曝光的这些糟心事儿，上面不是不知道，上面也发现呢，底下报上来的数字它不能用，于是把一种叫做四不两直的检查办法用到了厕所革命上。哪四不？不发通知，不打招呼，不听汇报，不用陪同接待。说白了，就是场面上的话不能信。哪两直呢？直奔基层，直插现场，就是直接去看，眼见为实。这一趟查下来效果如何？2022年，黑龙江哈尔滨双城区被通报，通报里有4个字可以解释这一切：层层瞒报。到这儿，咱们就得把话往回说。农村改造厕所这件事儿，不是从2015年才开始的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国务院就把农村改厕列进了工作日程，一直在干，一直在给钱，已经干了20多年。2011年，国务院印发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》，里面写的很明确，到2020年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85%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监测，2010年普及率是67.4%，2015年升到了78.4%，每一年能够涨2个多点，慢慢在往前走。算一算，按照这个进度，不搞革命，差不多也能完成任务。但习主席他一使劲儿，就变了。厕所革命启动之后，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发文，中央的奖补资金按整村推进来发，一个村的普及率达到门槛，这个村才有钱。目标还是2020年85%，但原来是先给钱后统计，现在是先完成任务后给钱。所以焦作那位村主任才会说，任务没完成，县里不给补贴，农民就拿不到钱。话说，习主席为什么会对厕所改造这个事儿那么上心呢？他还没有当主席的时候，在延安电视台一档节目里回忆说，有一天他翻到人民日报，看到头版上讲四川很多地方实行了沼气化，他一兴奋就要在梁家河搞沼气。第一口沼气池那是相当费劲，当时水位一直在涨，就是不出气。最后找到了原因是导气管堵了，习主席亲自把它捅开，按他的说法，那一下溅得满脸是粪。后来全村70%以上的农户都用上了沼气，这算是习主席的成功经验。2015年4月1号，习主席在国家旅游局的一份报告上做了批示，批示里说要像反对四风一样，下决心整治旅游不文明的各种顽疾陋习。这份批示里没有提到农民，他整治的是旅游业。7天后，国家旅游局就启动了3年计划，到2017年，全国要新建、改扩建旅游厕所57000座。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态说，要像重视餐厅一样重视厕所，要像重视客厅一样打理厕所，要像重视景点一样美化厕所。3个多月后，习主席去了吉林延边，得知村民还在用旱厕，他说要来个厕所革命。农民是在这一天被眷顾到的。革命有了名字，就有了钱。中央财政仅在2019年和2020年这2年就安排了144亿元奖补资金。为了营造革命的气氛，文件和媒体都用了一些词，什么摸排整改，什么回头看，什么提质年。地方上也热情高涨，甘肃三丹县卫旗镇把他们的厕所改造叫歼灭战。习主席的那份批示里说，要像反对四风一样去搞厕所革命。那四风：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。形式主义排在第1位。2021年1月底，新华社曝光了沈阳厕所改造问题的新闻出来2天之后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就发表了评论，用的定性就是形式主义。习主席的厕所革命反形式主义，革命的结果被定性为形式主义。对此根据媒体的报道，
习主席的回应是，一些地方浮皮潦草、浮光掠影，造成大量厕所存在严重问题，所以我又多次做出批示。再后来呢？2023年4月，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改厕提质年工作的通知，里面第7条说，组织制作改厕明白卡，向有改厕计划的农户发放。卡上要写明技术模式、资金补助、管护责任，要进门入户做好解释沟通，要做到施工前后双确认，农民确认同意才能施工，确认满意才能验收合格。什么意思？你要说中央完全不问农民的意见，那是在冤枉他。文件里头2018年写过，2019年又写过一次，白纸黑字，不搞强迫命令，未经农户同意，不得强行推进。但你文件写了8年，到了2023年才不得不做成一张卡，2次确认，1个签名来落实这件事儿。你不签字，他不能开工；你不满意，他不能验收。连农业农村部的副部长王正普自己都承认，厕所改不改，怎么改，有些地方没有认真听取农民的意见。但是，只是地方的责任吗？中央他就没有问题了吗？中央领导还有那么多的部委，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动手搞这场革命之前，就把农民的意见问清楚呢？干坏事你不在乎别人同不同意，这我还好理解一点。但干好事儿你也不在乎别人同不同意，这是什么毛病？直到2025年7月，厕所革命整整10年之后，财经调查还接到群众举报，山西一个村投入了不少钱建成的新公厕，常年挂着锁，关着门。村民说，只有村里有活动的时候才开门。而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，总是会想起沈阳那80多岁老两口，零下20多度，要到铁桶上去上厕所，铁桶上垫了一圈毛巾，那毛巾是老两口为了少遭点罪，自己垫上去的。最后，我想请教对农村生活熟悉的朋友，现在厕所的情况怎么样？村民对厕所革命这件事儿都是怎么看的？请在评论区给大家分享。追猎中国标本，凝视人的处境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